菅义伟要以保护冲绳为理由介入台海事务。如果日本敢介入台海，中国就敢问一问，啥是冲绳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日本的首相菅义伟8月11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，当被问到如果中国大陆和美国因为台湾发生冲突，日方如何反应的时候，菅义伟说，冲绳人显然是日本公民，因此保卫冲绳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冲绳有许多美军基地，基于日美同盟关系，我们必须确保冲绳得到保护。我认为这是日本政府非常重要的目标。这是他的原话。看来呢，这个菅义伟很明白一点啊，台湾这边如果动起手来，我们武统台湾的话，美国有可能干预。美国如果干预，加手纳基地毫无疑问就是美军必须使用的重要基地之一，除非美军放弃。如果美军从这里起飞飞机参战，那么解放军一定会往基地里边先送东风快递，然后大量的各种手段进去之后，必须让这个基地丧失作战能力。所以日本人说啊，要依照安保条约，必须对这个基地进行保护。这个态度呢，跟前一段时间麻生太郎所说的鼓吹直接介入台湾问题，与那个高调态度相比，日本这次表态其实还是往回缩了一点，好像是回到了日美安保条约的框架。那么日美安保条约怎么说的呢？说是任何一方如果受到武力攻击，两国就要一起参战，一起抗击。那就看到时候怎么去理解了。如果说日本或者美国任何一方的合法利益被某个国家侵犯了，那么日美携手抵抗，我们没意见。不过日本或者美国的合法利益被侵犯，这种事儿除了日本动漫里出了怪物了，我看就基本没什么可能。如果针对台湾美国出手干涉，这可不是美国受到武力打击啊，这不是美国合法权益受侵害啊，这是对中国入侵。这个时候如果把中国的反击也说成武力攻击，然后再引用安保条约参战，对中国来讲，就算日本态度退一步回到安保条约也没用，你也是参战敌国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美国如果主动攻击中国，我们进行反击，那么日本在保护这些基地过程中，就算是他不敢打中国飞机，不敢打中国舰艇，光拦截中国导弹行不行？不行，因为你只要拦截中国导弹了，你的身份就是参战国身份。那你既然作为参战国身份，我打你日本海自空自，那就天经地义，是解放军必然的任务。所以这么看来的话，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可以偷着乐了。当年日本陆军没敢打日本海军，这回可以捡便宜，笑话海自。另外呢，如果台湾问题上日本真的出手干预，那么有些老话题我们也可以说道。什么叫冲绳人显然是日本公民？打美国基地，当地老百姓躲远点就没事，别拿老百姓当幌子。而且什么叫日本公民？琉球原本就是美军交给日本托管的地方。要知道，根据波茨坦公告，哪里算是日本领土，可不是你日本自己说了算。冲绳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美军交给日本临时托管，严格说那就是一个独立国家，不是什么日本领土。有日本人跑到岛上，你说得过去。什么叫岛上的人就是日本人？如果日本非逼着中国说这件事儿，那以后恐怕连冲绳这个名字都会变成历史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琉球岛上的祭祀活动，祭祀人员穿的还是大明朝的衣冠，嘴里喊的还是中文“大明皇帝陛下万岁”。所以日本人如果不知轻重，那么什么叫做自古以来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日本人再聊聊。好，如果日本人还想管这个地方继续叫冲绳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劝告美国人别在这个地方惹事。关于这个话题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